32岁，来自河北，蛋糕店老板，有请刘先生。赵女士25岁，来自河北，学生，有请赵女士。主持人好。好，老赵，大几了？大4。啊，蛋糕店老板。对，你会做吗？我会做。可以啊，加盟店还是自己创的店？自己的。自己的哈。对。哎呦，真骄傲嘿。怎么认识的？是因为买蛋糕的时候常去就认识了，一来二回。是我的朋友和他的朋友，他们是认识的，然后就介绍一下就认识。哦，我以为是蛋糕情缘呢。不是。不是哈，这个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我们俩是始于五官，毁于三观，就是始于五官，确实他挺帅哈，你也很漂亮啊，这个就是相处以后发现我们2个人的观念特别不同，就是我理解不了他，他也理解不了我，所以我想让老师们给我一些建议。咱们说事儿好不好？要不然不太懂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现实、刻板的人，我就跟他约定，就每天晚上微信视频聊天，但是每次视频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，就说半天他就一声，要不然就不吭声我就觉得他很敷衍我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天我到家就得10点了，说实话已经很困了，那时候累了是吧？对，很累了。现在自己还要下去做吗？对，得做，因为现在对店还没到一定程度。然后呢，他就每天还得让我逗他开心什么的。那时候我已经很困得不行了，哪有空？你说脑子转不过来弯了都。我只能就对哈，我就答应一下。而且是总是视频天天视频。我的意思就是你隔三差五的视频也行啊。不是人家不是想你吗？我没那么大精力，天天视频呢。你是个木头啊你！最早的时候吧，也是天天视频。现在呢，我都感觉没有必要了。哟，这就没必要了。不是，我是说隔三差五的可以。个臭小子！而且人家那些女生都能听到男生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，你跟我说过一句吗？甜蜜的话，你等我精神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等我。你现在精神吗？现在精神。我主要是什么呀？说一句，我听听。你看主持人，我平时让他跟我说，他就这个样子。你给人噎回去了，人正在酝酿，你给人噎回去了。你看你这孩子。我说一下我为什么？因为毕竟我现在30多岁的人了，我不可能说像20多岁的小伙子那样天天甜言蜜语哄着你，对不对？30多岁怎么了？本身我这人就比较，就是比较那啥，就是我说不出来那种话就。听懂了，这个无所谓，这是人家的性格决定的。那他心思全都放在他店上，就有的时候打个电话，他跟我说他店里怎么样，然后我们俩逛街也是在不停的打电话说他店里的事儿。有一次他接了一个电话，就直接把我扔商场，自己就走了。就是你不觉得很过分吗？那次是咋回事？那次不是店里突发情况吗？你就记住那一次，就那一次总是反复提。再者说，我就说这个逛街。总是逛街去，你说有什么可逛的呀？你逛一次买够半个月的什么衣服得了呗，就是。而且说实话，我跟他逛一次街，比我上1天班还累。那我是真的想要逛街吗？我想逛街，我哪儿不能逛啊？我不就是想让你陪我吗？这是到底是我重要还是工作重要？你要是觉得工作重要，那你跟你的工作过去吧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光陪你了，那怎么挣钱？是不是？你本身店里边我离开了，说实话就有点转不开来弯。人家1个星期逛1回街不为过啊！这真不愿逛街，你到我那儿看着差不多买了就得了，一件衣服，哎，恨不得把一条街子卖裙子的全是了。你不能这么得罪女人啊！全世界女人都这样啊！你可能不能这么说，是吧，沙大老师？对呀，对他们哪里是为了逛街，是为了炫耀你啊！你看我男朋友多帅，是吧？我得给你们看看，是这样吧？弄明白啊！行，姑娘接着说。而且他这个人特别无趣，咱们打个游戏吧，他玩斗地主，唱个歌，唱一些老掉牙的歌，就我们 KTV 唱歌都是唱的那些特别流行的歌，他唱了一首《大海》。我爸都不唱那个歌，而且怎么了？那歌多老，都不知道因为这事儿，我同学笑了我好几天。我感觉那挺好啊，那老歌又有旋律，多经典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唱的是什么呀？那呱呱的是歌词儿听不清，反正就是啊。那情人节呢？人家别的女生收到的都是玫瑰花、口红，你送了我个什么？送了我一盆芍药花。
我当时我看完我都懵了，为什么送芍药啊？因为这个芍药花，它是代表古代七夕的，就是七夕节的一种花，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。哦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呢，它比玫瑰花要好得多了。你从哪儿看的芍药花七夕节的呀？因为我就从网上查的，大概就是这个花。所以你看看行，送芍药。对，而且盆栽的嘛，比玫瑰花要好多了，我感觉。你玫瑰花你放家里几天就蔫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你养个1年半载都没事。你说的那些传统，我哪能理解到那么多传统啊？是。我是真的想要玫瑰花吗？那我不是就是想一些浪漫和惊喜吗？哎，过生日会送什么？送的我是蛋糕啊。他每次纪念日都送我蛋糕。哎，那蛋糕是每次都做的不一样，还是都一样啊？反正我看不出来这什么花样，就是蛋糕。哦，这就是蛋糕。每次这蛋糕我就很用心去做了，我就感觉它是啥呀？它是以前送挺开心的，我说就是你自己变了。不是，我就感觉你是拿你那破蛋糕老敷衍我，那你就不能换个方式吗？那我感觉你也不缺啥呀。咱往下说啊。还有面试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跟我面试。对，谁面试？我面试，他就是天天逼着我找工作啊。就是我那个专业吧，就是不太好找工作。你啥专业？我学医的。学医的不好找工作，那学医都得考研嘛，本科生不好找工作嘛。哦，不是硕本连读的那种是吧？不是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跟我说让我换一个专业，要找一个跟我的那个专业不相关的工作。就是有一次他就是说跟我约会，然后是他主动提的，我还想哎这次他是不是开窍了？没想到他就直接把我拉到那个面试那儿让我面试，我都没有准备，我觉得可尴尬了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咱们找一个别的先做着，等到有合适的咱们再换。他就不听。你说那次面试也是我托一个朋友，他去让他去面试的，结果呢，到那儿人家不喜欢，哎，就走了。我是说老这么待着也不行啊，是不是？后来我说你去我店里边上班去吧。好家伙，这倒好，去我店里边之后，我们在这干着活，哎，他呢吃着零食，而且还哎你干这个吆五喝六，像老板娘似的。你说他不就是老板娘吗？不是你也不懂啊，他就算是以后成了老板娘，因为我们店很小，现在就得需要跟员工一起干啊。我就看着那样，哎呀，就是你干活就有个干活的样，是不是？在那吊儿郎当的，一边吃着东西一边，哎呀，我忒看不惯。他不是你员工，他是你女朋友，对吧？对呀，我是去你店里帮忙，顺便学习的。那你也不能真把我当你家员工对待，让我干这个，让我干那个，然后干不好就当着他们家那么多员工的面就数落我。那我是女朋友，我怎么就当不了你的那个老板娘了？再说那人家那个小女生有点虚荣心，不很正常吗？那我只能在你的店里稍微威风一下呀。哎，女生说到这儿就特可爱。我承认我小女生，我承认我就在这儿威风，行不行？主要是吧？行不行？问你啊，行，就完了吗？还有什么不愉快吗？还有就是，上次跟他哥们儿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哥们儿就是喝多了，可能就是提到他前女友，然后我就顺着他哥们儿的话，我就问下去，我说你前女友跟我比怎么样啊？我好看还是他好看？他不说话，几个意思啊？说实话，这事儿我就不想提，就过去了就得了。而且是啥呀？我当时吧喝的也不少，我就不想说这事儿，我就。就人家不愿意你提了，没别的，你想多了。但是后来我从他朋友那儿才知道，他之前跟他前女友有一个约定，每年生日都送他一个生日蛋糕，然后就是分了手还遵守着那个约定，就是他送他是蛋糕，送我也是蛋糕。你说这个事儿，这事儿我能不生气吗？那我跟你前女友有什么区别？那你要是送他的东西，因为这事儿你在饭桌上直接打了我一巴掌了。那我让你跟他断了联系，你为什么不跟他断？你还当着你朋友的面跟我摆架子。我为什么没删他那个微信？因为他啥？他那个公司人家给我联系了一批客户，就每年月饼嘛，就是从我那儿订月饼。订月饼变成客户了。因为我知道他小心眼儿，我就故意没告诉他。那凭什么分了手人家还帮你？你们俩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？那我们那有什么事啊？让你说就是分手了，就老死不相往来了，就连朋友都做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反正你就得跟他断了联系。听明白了。男生说我不能断，女生说你必须得断嘛。还有一次这点事儿，还有一次哦，就是你还有不满是吧？我有，那你都说说吧。我就感觉是因为就是我之前管着他上班之类的吧，他后来给我制定了一份那个健康表。他就每天早上几点起床，然后呢，水一天得喝8杯，然后吃多少菜，
然后还有什么运动打卡等等等等。那你完全按照那个来，你不可能，你怎么干活呀？对不对？我感觉太苛刻了就。你之前老说我不关心你，你现在你的生活作息也不规律，你也不吃早饭，我这不就是想着帮你管理一下你健康吗？你现在你的体重、你的腰围都超标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身体都给糟蹋了。然后主持人，我今天还带来我那个，不是，我刚才还想问的，我说你有没有带来我们参考一下？对，有哈，对，做的特别详细，特别认真。他这个人不感激我，他一直觉得我故意身高1.73米，体重73公斤。综合体脂24.5，腰围87厘米，血型 A。哎哇，你真幸福啊，有一个学医的女友啊！身体状况，感冒是因为免疫力低，要养成运动的习惯，良好的饮食，多吃水果，提高免疫力。胃病和不吃早饭关系很大，这还带诊断的呢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，连大便都要检测啊？多喝水，多运动。方便是可以拍照，做对比是吧？哎，这个很好啊！哎，这个挺好的，这真好啊！可怕呀，专业啊！这是对你健康的管理啊！人家说是这个观察大便是对的，对，是要观察的啊。这个我就特受不了。你说每天啊，我去厕所了，就我还得拍照看状态什么，你人家说方便时拍照是吧？这个方便到底是方便的时候，还是方便也是那个的时候？时间富裕，可以的时候拍照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不是说随方便随拍，你这理解老是不对的，你怎么理解的？你知道吗？他的大便就是那种黏腻不成形的，然后他的齿痕还特别严重，就是说明他体内的湿气比较重。然后我就嘱咐他每天多喝点红豆薏米水，不要吃那些凉的东西，多运动，这都是对他排湿都特别的好。我跟他说的很详细。你说我一大小伙子，我什么病也没有，对不对？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啊。现在高发的病，其中有一种常见病，30岁往上开始到50岁之间的这个人群，高发病还真是肠癌、对胃癌，就是消化系统这些病。他这关注是对的。现在很多疾病都年轻化了，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发生，等你有了症状再去检查已经晚了。没错。而且你拍照片，我一个看照片我都不恶心，你拍照片你有什么好抱怨的？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差距。你送他蛋糕，他嫌烦，是因为你是做蛋糕的。他用他的专业知识帮你保健，我们都觉得好，你嫌烦。你说这个就是。你们俩其实还挺登对的啊！行，这个咱们就翻篇吧，其他都合适了哈。其他的是还有不合适的呢？还有好多呢。他这个人就是平时不留什么存款，把钱全都打给他爸妈。你说2个老人在农村，他们能花多少钱？再说你爸妈也明确表示了，我们结婚的时候不会拿太多的钱出来，你总得为我们以后考虑一下。我感觉就是父母养我这么大，对不对？我每月寄钱是应该的呀。再者说，他们花不完的钱，他们以后可以留着养老啊。那你为我们2个人以后考虑考虑行吗？你这样做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。我上次去你家的时候，我给你爸妈带了那么多礼物，你妈就给了我200块钱的红包。吃饭的时候还一直说什么女孩子不能太物质，你妈什么都不知道就说我要真物质我会跟你在一起吗？我们那儿第一次回去就是给200块钱，老太太就按那村儿来，村儿别人家去也是这样。再者说你当时是啥样啊？我妈就说几句，你就。嘚一直在那怼，你让我脸摆在哪儿？我回去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对，我就得纠正他呀。他老太太说啥，不管对不对，你就听了就得了，对不对？咱别反驳他。我就说这是我底线，你别跟我妈吵，你就不听，是不是？那合着以后就是我受气呗。啊，还你受气？我去你家的时候呢，我一进门我就看他爸妈就脸色就明显就不高兴。后来在饭桌上说这个以后买房在哪儿买。他爸妈的意思就是必须得在他们那边买啊，然后最好呢以后把。哎，你们2个不都是河北的吧？你家是哪儿的？我家秦皇岛的。你呢？我唐山的。哦，也不远啊。然后就是说必须得在他们那边买房，然后最好把店也搬回去，因为我家哥1个嘛，我就想着在我们老家那边买。我爸妈那样说，完全是因为就是知道你们家对我不重视嘛，然后又觉得我处理不好这种关系，要是住得近了，肯定得天天吵架。再说住得远，我没说不管你爸妈了呀。那你怎么管呀？咱们该管还是要孝敬的呀。那咋着去你们那儿挨着那么远，对不对？那病了咋管，对不对？再者说了，如果人去你们那儿，那老太太就觉得这儿子是去做上门女婿去了。
啊，他就有这个观念。那我要去你那儿，我爸妈还一直觉得我受气呢。姑娘，你当时喜欢他是因为他长得帅是吧？我就是觉得他也挺成熟的，有的时候，因为我从小缺少父爱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比较成熟的人，但是他什么叫从小缺少父爱呢？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就是接触的不太多，因为他们老在外面打工嘛，所以我就是想找个成熟的人，给我一点安全感。现在我觉得成熟倒有了，但是就是太现实，一点都不浪漫。哦，那安全感有吗？那你看他办那些事儿，我哪有安全感啊？所以也就是剩了个成熟的，因此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是吧？嗯，感觉有点熟透了。您这个对这小姑娘什么印象？我就是感觉吧，她现在有点太幼稚。你说我现在好不容易做起这个店来，我就感觉俩人劲儿往一处使，慢慢咱们把这个店做起来。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们，人家结了婚媳妇儿什么的都是这样的呀。他我就感觉忒小，你说又让浪漫，对不对？你说去店里边你也不好好一块工作，我给他说过好多次，我就希望他快点长大一点。好，那还想娶她吗？如果这种状态下，真的我有点忒累的话，就每天这样。我希望他在你是有条件的，叫有条件的在一起是吧？如果你不成熟，咱俩就算了，是这意思吗？这就听明白了。现在说白了是男生要求女生你成熟吧，你不成熟咱俩就分开，女生是没招了，所以来了这儿。各位看看怎么办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生啊，你看你真的很幸福，有一个学医的女友，可以帮助你管理健康。可是你呢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女生，我想问你2个问题。相处下来，你是不是感觉你们2个人共同语言少，共同兴趣少，共同爱好少？是。还有，你们的年龄相差7岁，你有没有感受到2个人实际是存在着年龄代沟的？有一点感觉。你们2个人越来越没话说，这就是你们2个人很现实的爱情硬伤。你看你的男友，在他眼里你就是一个小女生，所以你会感觉到你们的生活习惯也是不同的，你们的人生3观也是不同的。你会突然发现这种成熟，它不是促进你成长，而是带来了烦恼，对吧？你是学医的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，现在是本科阶段，就说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啊？以后想考研，去南方。他如果考研去南方，你会赞成吗？我不赞成。他现在就是，你跟我就跟我，你得按我的要求来，你不能离开河北。对。所以，小女生，我听到现在，看到现在，我认为，可能你还是要做出自己可能会伤心的选择，你懂的。我先问2个问题，男生啊。你的前女友的年纪比他大吧？大。你现在分手了之后，每年生日你依然在给他送蛋糕是吗？送。分手了，因为他给介绍那个客户，我就想着咱们开这个店就是做蛋糕。你可以换一种方式，送蛋糕这个形式是在你们曾经恋爱的过程当中的。你可以完全换一种方式，我过年过节送礼啊。给客户都是过年过节送礼，哪有给客户过生日的时候送礼的呀？当然也有，这是什么 VIP 那种客户，对吧？那确实曾经是你的 VIP 嘛。关键点在于送蛋糕这件事是你现在女朋友非常介意的一件事儿。你要看你女朋友现在介意什么。所以其实我觉得，压根儿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不接受这个姑娘。你可能在内心的深处，某一个地方会觉得她有点公主病，会觉得很多没必要的事情，你小孩儿你懂什么呀？所以如果你压根儿心里内心深处不接受的话，你总有对她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的话，那你就说出来。但我觉得你有一点过分的是，你明明很多事情都很明白，但是你欺负她年纪小。
所以对女生来说的，我觉得她不是不解风情，是看对谁。对的那个人，他就什么都懂了；对不对的那个人，他永远都不懂。就是你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谢谢。你们怎么都不看好这一对年轻人呢？你可以看好啊，可以我非常看好啊。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，就是姑娘说了，她看到这个男生的时候成熟，她小时候缺乏父爱，她在寻找父爱，就是什么缺什么补什么，但是是要看怎么来补的。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是建立在熟悉感之上的。熟悉感是一见钟情的一个秘密。你一见到他之后，给了你一种熟悉感，你觉得这个人对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幻化出了一个完美的模型。如果要寻找这么一个完美的、完全符合你这个模型的这么一个人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一个米缸子里面，你搁2个绿豆，从几率上来讲是可以遇到的，但是你有那命遇到吗？你可能没有那个命遇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换一个逆向思维方式，你们这个感情我觉得就有谱了，是吧？你见到他，觉得他特熟悉，首先这个人就对了。第二点，他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还是挺体贴的，我赚到了。第三点，如果他很孝敬爸妈，同时也挺孝敬你的父母的话，其实这个人最基本的素养已经完全够了。然后呢，你再去开发第4点、第5点、第6点、第7点，你每开发一次，他都是一个宝藏男孩呀。你用这样的逆向思维，而不是说你必须满足这10条，你少1条都不行。他满足3点，每多1点都是加分。用这样的方式，你既能找到父爱的熟悉感，你也能解决他的公主病。这是我的建议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韩老师。哎呀，确实不看好啊。就我一个人看好。但是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年龄差，反而年龄差是女孩看上男孩的最重要的因素。因为你想找父爱，所以我要找年龄比自己大，这样他会包容我，会更加的爱我。这是从成熟然后顺理成章引出来的爱情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好的一面，但是他恰恰不会包容，这是他最大的问题。他不包容你，就绝对对你提出的条件不妥协。初次的见面礼200，我们暂且不说这个金额是大是小，但是他丝毫没有去感觉你的感受，他不为你想。我们村儿就是这样，所以给你就拿着。我记得你还说去见你父母的时候也是不欢而散，因为你必须得在唐山，是吧？在我身边，不容得妥协。没有一颗包容之心，把你安排到店里，你以为是去帮忙，对吧？他把你当成员工啊，看不惯你啊。其实你所做的种种，其实尤其那张健康表让我很感动，多细呀！他多关注你，多爱你，可惜你忽视了。你觉得就应该按照我给你铺的安排好的道路去走，你不是一门心思在店里。以前也天天视频啊，对不对？现在为什么不去做了呢？你心里最清楚。相反，前女友的生日你每年都会坚持不断的去做，这何等恒心啊！所以你需要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女孩。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，你即使年龄比她再大，你不就差7岁吗？我跟我老婆也差7岁啊，我丝毫没有觉得我一定要以上事下，你得听我的，你得按我的意思去办，没有。所以男生，你先去想一想自己爱这个女孩。如果你爱，你就要拿出爱的行动啊，做改变。女生不要对她抱太大的期望，爱情当中是讲究互相得到的，她得能够领你的情。健康表我觉得让我很感动，但也可能她领略不到，不是你做的不足够，而是不适合。去找一个男人不是找另外一个男人的替代，你会把这个人完美化、极致化，但不可能的，懂了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姑娘为什么流泪啊？就是想到健康表，我觉得特别委屈，还想到送他前女友也是蛋糕，送我也是蛋糕，我觉得真都很委屈。不合适就说嘛，不是自己想要的人也说嘛。他有时候也有个特别可爱的，这当然了，一边享受着可爱，一边又希望他是一个务实的人。你们俩还真不是始于颜值，你们俩是始于感觉。
这个感觉是啊，世界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女人，这是他的感觉。他的感觉是，哎，他还蛮帅的嘛，他年龄还蛮大的嘛，是这个感觉吧？可是谁把谁又当成了真实的婚姻的对象呢？当你们彼此越了解的时候，就会越觉得不是。你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创业，你没有办法去顺从他的老人，他接受不了你，所以你自己看，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您呢，比人稍微大一点儿。不行，不喜欢，不可以了，我就告诉你，而不是说，哎呀，你偶尔也是蛮可爱的。因为如果结婚了，不是偶尔看他可爱的一面，你要接受的就是他的最大的缺点。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就想着以后。你尽量把你这个幼稚的毛病还是改一改，咱们可以慢慢改，一下改不过来的话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我一边像照顾小孩似的照顾你，在照顾店里边，我真的挺累的。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。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的问题吗？你妈当时怎么对我的，你自己当时也在场。你要是还是那么现实的话，我只能考虑以后我自己的路了。谢谢两位的分享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看咱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哟，我操！哦好，哎，女孩没出来，挺好，这个我很惊讶，挺好，挺好。说实话，我没想到他会走，我没想到他不出来。我感觉我在想，我是不是以后要找一个跟我像前女友似的那么个年龄的？你就没忘了你前女友？你就放弃了是吗？你就没忘了你前女友？没有，他说的是和前女友一样的。他就是走不出来，所以前女友是他的一个目标。哎，我多跟你讲，你肯定想找一个就是能在事业上帮助你的，如同前女友一样。他还给你介绍客户呢嘛，对不对？你是希望在事业上能够？对对对，事业上能够帮助我一点。你看，因为他还是他肯定不是嘛。我就想，他要是能成熟起来，就我感觉也可以的。那你要想，他如果真的足够成熟，足够是你想象当中那个女星，她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啊？对，想什么，咱们就追求什么，别追求的和想的差距很大，会很累。谢谢你。